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学习脂类与生物膜。首先学习生物体内的脂类。什么是脂质？脂质是生物体内不溶于水而溶于非极性有机溶剂的一类有机化合物。脂质有什么功能呢？脂质是构成生物膜的组分，是生物体内的储能物质。还有一些脂质直接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，例如维生素和激素。依据生物功能的不同，脂质可分为贮存脂质、结构脂质和生物活性脂三大类。贮存脂质用于能量的储存，如动物脂肪和植物油脂。结构脂质包括组成生物膜的磷脂、糖脂、胆固醇等。生物活性脂质包括类固醇激素、萜、维生素等。根据化学成分和结构差异，脂质主要分为三类：单脂、复合脂和非皂化脂。单脂是脂肪酸和醇类形成的脂，如三酰甘油和钠。复合脂是在单脂的基础上还结合了其他成分，如磷脂和糖脂。非皂化脂是不包含脂肪酸的脂，包括胆固醇、萜和前列腺素等。我们先来学习组成单脂和复合脂的脂肪酸。脂肪酸是由一条长的烃链和一个末端羧基组成的羧酸，其烃链多为线形。根据是否包含不饱和键，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两大类。不同脂肪酸的差异在于其烃链的长度、双键数目和位置的不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示意图，它们均含有一个亲水的羧基和一个长长的输水尾巴。由于不饱和键通常是顺时双键，也会导致烃链走向的折曲。相同长度脂肪酸，不饱和键越多，熔点越低；不饱和程度相同，链长越短，熔点越低。为了区分脂肪酸不同位置的碳原子和双键，人们常采取不同的碳原子编码规则。常用的编码包括德尔塔编码体系、欧米伽编码体系和希腊字母编码体系。德尔塔编码体系从羧基端开始，依次编号为1、2、3号碳等等。欧米伽编码体系从远离羧基的欧米伽端开始，依次编码为1、2、3等等。希腊字母编码法从紧邻羧基的碳原子开始，依次编码为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等等。这张表中列出的是自然界中常见的脂肪酸，左侧为饱和脂肪酸，右侧为不饱和脂肪酸。比如14-0的豆蔻酸、16-0的软脂酸，也称之为棕榈酸；18-0的硬脂酸，20-0的花生酸；16-1德尔塔9的棕榈油酸；18-1德尔塔9的油酸；18-2德尔塔9、12的亚油酸；18-3德尔塔9、12、15的阿尔法亚麻酸；18-3德尔塔6、9、12的伽马亚麻酸。哺乳动物本身不能合成亚油酸和亚麻酸，必须从食物中获取，因此它们称之为必需脂肪酸。天然脂肪酸中的不饱和键通常是顺式的，但也有少数是反式的。图示的是顺式的油酸和反油酸。已有研究表明，反式脂肪酸对人体不利，会导致疾病发生。食品加工过程中，植物油的氢化制备人造奶油的过程会导致反式脂肪酸的形成，因而要慎食含有氢化植物油的加工食品。脂肪酸和丙三醇的3个羟基形成3个脂键，便形成了三酰甘油，或称中性脂肪。常温下
呈液态的三酰甘油称为油，呈固态的称为脂肪。植物性的三酰甘油多为油，动物性的三酰甘油多为脂。形成三酰甘油的3个脂肪酸如果相同，称为单纯甘油酯，否则则称为混合甘油酯。本图显示的是以南界子叶细胞和人类脂肪细胞。子叶细胞中的暗部为蛋白体，围绕蛋白体的是油体，植物油便储存于其中。脂肪细胞中的白色区为脂肪粒，脂肪粒几乎占据了整个细胞，将红色的细胞核挤向细胞膜。这张表列出了不同来源的油脂的饱和度，饱和度越高，则该油脂的凝固点越低，越易于凝固，越易于以固态形式存在。其中猪油的饱和度为 37.7%， 可可油的饱和度为 60.1%， 它们均以固态形式存在。其他植物油则在常温下以液态形式存在。蜡是由高级脂肪酸和脂肪醇或是高级脂肪酸域甾醇形成的酯。蜡常温下是固态，通常在动植物表面。植物表面的蜡具有防止病原侵入、水分蒸发的功能。昆虫分泌物的蜡质具有防水和保护作用。巨头鲸的头部还有鲸蜡、棕榈酸鲸蜡醇酯。鲸蜡是巨头鲸的储能物质，巨头鲸的头部占其体积的1/3，其中90%为鲸蜡。接下来我们学习复合脂质，主要包括磷脂和糖脂2类。根据包含的醇的不同，磷脂又可分为甘油磷脂和鞘磷脂，糖脂可以分为甘油糖脂和鞘糖脂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甘油磷脂的结构示意图。红色的部分为甘油，其中2个羟基与2个脂肪酸链形成2个脂键，形成了2个长的输水的尾巴。图中黄色的部分，第3个羟基与磷酸形成脂键，磷酸再连接一个可变的集团 X， 甘油磷酸和 X 形成了亲水性的头部。根据 X 的不同，形成了不同的甘油磷脂，如 X 为氢则为磷脂酸， X 为乙醇胺则形成磷脂酰乙醇胺。以此类推，可以形成磷脂酰胆碱、磷脂酰丝氨酸、磷脂酰基醇等。这张图显示的是甘油糖酯，其第3个羟基连接了单糖或寡糖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鞘脂的结构示意图。红色的部分为鞘氨醇，它包含18个碳原子，包含2个羟基，一个氨基和一个双键，其氨基和脂肪酸形成酰胺键，黄色部分。脂肪酸的烃链和鞘氨醇本身的烃链形成了类似于甘油磷脂的2个长的输水尾巴，其末端羟基与可变的一个 X 集团连接，形成不同的鞘脂。如果 X 为氢，称之为神经酰胺；如果 X 为磷酸胆碱，则称之为鞘磷脂酰胆碱。如果是单糖或寡糖，则形成了鞘糖酯。第3类脂质为非皂化脂质。皂化反应仅限于油脂与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混合，得到高级脂肪酸、钠钾盐和甘油的反应，因而非皂化脂质中不包含脂肪酸。最常见的非皂化脂质为萜类固醇及其衍生物。图中显示的是典型的非皂化脂质胆固醇的结构，其结构包括3部分：极性羟基集团、非极性的环戊烷多氢非甾醇核心以及输水的烷烃侧链。
萜类和甾醇类均是由异戊二烯单元聚合而来，两个异戊二烯单元首尾相接或尾尾相接，形成了10个碳原子的单萜，3个形成背半萜，4个形成2萜，6个形成3萜，8个则形成4萜。类胡萝卜素是一个4萜化合物，包含40个碳，裂解可以产生2个20个碳原子的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可氧化为视黄醛，称为眼底的感光色素，也可以衍生为视黄酸，作为激素信号调节表皮细胞的生长发育。前列腺素是一种由多不饱和脂肪酸衍生出来的自密性信号分子，调节特定的生理功能。本节我们学习了生物体内的3类脂质，作为储能物质的单纯脂质，作为结构物质的复合脂质，以及主要作为生物活性物质的非皂化脂质。本节的内容就学习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